千万不要往冰箱里边放这3样东西了，小心肝癌找上门。大家好，我是小赵，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视频今天咱们聊一个可能直接影响你健康的话题。冰箱里常见的3种食物，千万别再放里边了。这3种食物不仅会让你肚子不舒服，你长期吃下去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招来肝癌。听着是不是有点震撼？我看完一个新闻差点没把我吓一跳。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隐藏在冰箱里边的定时炸弹。首先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做饭做多了吃不完的菜，剩下的这个东西都会往冰箱里边放，反正嘛想着不浪费食物，第二天呢就是热一热就继续吃了。特别是那些买了一大堆蔬菜肉类的朋友，想着冰箱里边存点吃不完都能留着，甚至有些人去这个市场大型超市买一堆东西放冰箱里边，你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吃。听上去是没错的，但有3样东西你放在冰箱里边就特别的危险了。我说的不是一般的食物而是那3种看似无害的食材。如果你家冰箱里边有这3样东西的，赶紧检查一下。不管你是不是食物储藏控，为了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千万不要再放这些东西在冰箱里边了。第一个，腌制食品，像咸菜腊肉泡菜那个酸豆角这些食物许多人吃起来都觉得味道好又方便，无论是用来配饭还是当小菜都是不少家庭常备之选。但是腌制食品可是大有问题。你知道吗？这些食物本身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你放进冰箱里以后低温条件下它慢慢的转化成亚硝胺。这种物质已经被这个科学证实了，具有很强的致癌性，特别是对于肝脏胃部伤害非常大。就是我有个朋友叫小王，平时喜欢吃泡菜和腊肉的，家里冰箱总是塞满了这些东西。最近他身体不舒服，去那个医院检查一下，医生直接给他开了个警告原来他长期吃这个腌制食品，结果亚硝酸盐含量超标了，严重影响了这个身体健康。医生说得很直白，你如果不改变饮食习惯，继续这样下去肝癌的风险会继续增加。所以这个腌制食品最好就是不要放冰箱里边，尤其是存放时间长了。如果你想保存这些食物，就尽量的就是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你不要放在这个低温存放，更不能长期的使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淀粉类的主食了，像馒头包子、米饭、面包这些主食，咱们每天都会吃到，尤其是家里边一大家子人，你每顿饭做了总有剩饭剩菜，是不是你吃不完嘛？大家呢是不是也常把这个剩下的米饭、馒头、包子之类的放冰箱里边，第二天拿出来直接加热吃，这样是不是挺方便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看似节约的做法，可能正在悄悄伤害着你的健康。因为这个面粉、淀粉类的食物在低温环境下存放会滋生这个霉菌，特别是大米饭、馒头，你放久了它上面会长出一些黑色的小点儿，这些小点儿就是黄曲霉素的来源了。黄曲霉素它是一种就是很强的致癌物质，长期使用会直接影响肝脏健康的，严重的甚至会引发肝癌。你可能会问那剩菜剩饭怎么办呢？别着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每天吃多少做多少，剩下的就不要保存了，是不是？放冰箱里边也会有潜在的风险，如果真的要储存，最好分开存放，并且加热前你彻底的加热透，避免这个霉菌滋生。第3个就是肉类了，肉类是我们这日常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来源了，无论是鸡肉、牛肉、猪肉还是鱼肉，很多人都会选择多买一点放冰箱里边冻起来慢慢吃。可是你知道吗？你放冰箱里面的肉类并不等于它就是不会变坏、不会变质的。即使冰箱的温度低，细菌病毒它依然能在冷藏的环境下繁殖，而且时间久了，肉类会出现变质现象，不仅口感差，营养流失了，还可能滋生致癌物质，增加肝脏的负担。有一次就是我在外边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嘛，他和我聊起家里冰箱总是有生肉。后来他告诉我就是家里边的肉你冷冻太久了，口感大不如以前。有个医生告诉他，冷藏过久的那个肉容易滋生细菌，最好是当天吃完，是不是？你不要等到吃不完你放冰箱了。这种做法肉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吃新鲜的，尽量不要放太久。
冰箱啊它也无法完全避免细菌滋生。如果呀就是你呀实在有多余的肉，最好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冷冻，并且啊尽量的早些食用，避免啊你存放时间久了，是不是？大家都学会了嘛？腌制食品、淀粉类、面粉类的那个主食，还有这个肉类，这3种啊常见的食物，你放冰箱储存不当，可能啊对你的健康造成威胁。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呀赶紧检查一下你家冰箱，别再让这些隐形的致癌元凶啊潜伏在你身边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有用，咱们呀就是看完以后记得点赞、收藏、转发，让咱们更多的朋友啊、亲戚啊都了解冰箱的健康隐患，一起啊做个更健康的自己。